那么仅凭这个画面就能看出，文兽的世界其实比人更残酷。当亡灵带着紫色文兽冲出深渊准备离开时，留在原地的成年文兽没有挽留，也没有各自散去求生。2/3的成年文兽在齐声悲鸣中集体自爆，化为灰烬。我第一次看到这里其实是有点懵的，上一秒我还沉浸在紫色文兽撞开同伴拼死冲向亡灵的热血重逢里，让你久等了。下一秒剧情就给我狠狠泼了盆冷水。这段最吓人的地方根本不是文兽有多凶残，而是他们居然把归属看得比活着还要重。你要是把它当成文兽的忠诚就太浪漫化了，它更像一种冷冰冰的制度，你不属于任何王，你就不配继续存在。如果放在人类世界，我们再怎么绝望，本能也是挣扎求生，大不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。可文兽不一样，他们的逻辑像被写死了一样，王走了等于世界结束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被抛弃就等同于活着没有意义？在我看来，得先理解文兽这种族群，他们根本不是什么散装个体，更像极端的单核心系统。王不仅是领袖，更是他们的方向、秩序和存在的唯一理由。你看那只紫文兽，几十年不见亡灵，一看到他连同伴都不顾，一头扎进深渊。他的反应不是认出熟人，而是我的核心回来了。这种疯狂太像一个在废墟里苟活很久的人，突然看到世界里唯一的那盏路灯又亮了。更觉得是小说里的设定，幼兽能进储物袋带走，但成年文兽不可收服。这个设定直接死死掐断了成年文兽的选择权，你要么跟着王，要么死，绝对没有中间态。是啊，以他血脉的纯粹，若不是幼兽之时被我收服，恐怕也不会追随于我，都是宿命。所以当亡灵要走成年文兽，其实不是不知道活着还有别的可能，他们只是被规则彻底毒死了。没有王活着就是无主之兽，等同于极端的羞辱。他们宁可死，也绝不做被抛弃的那批。说到这儿，我反而更加看懂了亡灵这个人。他一路杀过来，太清楚活下去有多难了。带上无法收服、随时可能反噬的成年凶兽，只会把所有人拖死。他不是会用感情绑架别人、强行收编的圣母，他只带走能带走的幼兽，剩下的把选择权交给他们自己。可悲就在于亡灵还没拔刀，他们却因为被抛弃，自己选择了死亡。最残忍的不是亡灵的离开，而是文兽的世界里压根没有自我这两个字。每次回味这段剧情，我都脊背发凉，因为这太像现实中的某些人了。有些人并不是不想独立，而是他太久没有自己的坐标了。他习惯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一个人、一家公司或一个圈子上，一旦那个东西没了，他不是难过，而是整个人直接断电。别人劝他重新开始，他只觉得活着没劲。所以我不想把这段剧情简单归结为悲壮或忠义，我更愿意把它当成一个刺骨的提醒。如果你的价值只绑定在某个王身上，那你越忠诚就越危险。你可以依赖一个人，但别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他来定义，因为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永远盲目的跟随，而是哪怕有一天你不得不被留在原地时，你还能清醒的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活下去。